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我们解读由哈佛医学院与 Broad 研究所等团队带来的突破性成果。这项发表在《自然遗传学》上的研究推出了 DNA Diffusion 框架，它是一个专为设计合成调控元件打造的生成式 AI 模型。该技术能从零开始精准编写 DNA 代码，旨在唤醒白血病细胞中被抑制的抗癌基因。这标志着基因治疗正式跨入由 AI 驱动的程序化设计新阶段。该框架在生成、筛选和治疗阶段实现了3大核心突破。它能从零开始精准设计200个碱基对的紧凑调控序列，在活性、特异性和序列多样性3个关键维度上，其表现全面碾压了现有的计算模型。更关键的是，它在活体白血病细胞中成功唤醒了 AXIN2 抑癌基因。其实，测疗效甚至超越了自然界已有的最高保护性突变。这证明 AI 生成的代码具备了打破性能孤岛并超越自然进化的潜力。这些突破直击基因治疗的2大核心难题。第一是调控语法的失控，肿瘤细胞中控制基因表达的增强子往往发生混乱，人为重写精准语法极其困难。第二是载体空间的物理极限，主流的 AAV 载体内部容量严重告急，临床上急需仅有200个碱基长度，且能提供强劲驱动力的微型开关，以突破现有递送技术的瓶颈。生成式 AI 的演进正在经历一场范式转移，从文本和图像逐步深入到生命底层。在跨越了 ChatGPT 的语言交互和 Midjourney 的图像生成后， AI 通过 RF Diffusion 掌握了蛋白质设计。如今 DNA Diffusion 实现了第4个里程碑，能直接生成针对 HAPG2 肝癌细胞的特异性增强子。这意味着生成式 AI 正式跨入了 DNA 这一生命的最底层代码，开启了精准调控的新纪元。DNA Diffusion 的核心逻辑是模拟扩散过程。首先，通过正向加噪，将真实的 DNA 序列逐步转化为高斯噪声，直至变成彻底的随机混沌。随后进入逆向生成阶段，利用 U-Net 架构进行50步的迭代去噪，通过预测并剔除噪音来精准还原序列。这种方法实现了真正的从无到有生成，而不是简单的片段拼接，最终能输出如肝癌细胞、增强子等全新的生命代码。DNA Diffusion 作为一个条件生成模型，支持通过细胞类型提示词进行定制化设计。科研人员只需输入特定的细胞标签，即可生成专属于该环境的基因开关。实验展示了对 GM12878 淋巴细胞、HEPG2 肝癌细胞以及 K562 白血病细胞的精准适配。依靠提示词引导，模型能产生仅在特定细胞中激活的序列，这赋予了合成调控元件极高的靶向性。在确定细胞类型后，可以通过调节引导系数 CFG 来控制 AI 的创造力。当系数设为0时，模型会处于自然模式，完全模仿自然界已有的 DNA 规律。而当系数提升到2以上时，模型进入超人模式，开始强行放大特异性特征。这能创造出信号更强、精准度更高的超级增强子。这种参数化控制让设计不仅能复刻自然，更能突破其原有局限。即便能生成超强信号， AI 也没有通过死记硬背或抄袭来实现。在30碱基阈值的 BLAT 序列比对中，其生成的序列与训练集的重合率仅为 0.6%。相比之下，自然界基因组随机序列的重复率往往超过 20%。这证明模型已真正掌握了底层代码的组合逻辑，能像顶级作家一样撰写出从未有过的新文章。除了原创性， AI 还展现了对生物语法逻辑的深度理解。其 JS 都仅为 0.1， 代表生成序列的分布与自然状态高度重合。模型不仅学会了使用正确的转录因子积序，例如 K562 细胞专属的积序组合，它更精准掌握了积序间的间距和同线规律。这确保了生成的代码在逻辑上都完全符合真实的生物学特征。在掌握语法逻辑后，研究人员通过硅基预测验证了其实际效力。利用 Serum BPNet 和 Informer 模型模拟，仅需替换一小段 AI 编写的序列，即可让原本沉默的基因产生火山爆发式的激活。DNAS1 与 CAGE 音轨的对比结果显示，野生型信号平淡，而 AI 序列对应的信号峰值极高。这证明合成序列在提升染色质可及性上已瞬间突破了自然极限。
在掌握硅基预测的潜力后，团队在10万条候选序列中执行了严苛的筛选策略，通过寻找信号强度与特异性的黄金交叉点，确定了 IS 评分的最高值。信号强度衡量开启基因的绝对火力，特异性则限定代码仅在目标细胞中生效。最终，只有兼具高强度与高精准的极少数序列，获准由数字世界进入物理世界的湿实验验证。进入湿实验阶段，研究人员对5850条候选序列展开了大规模海选。这些 AI 生成的代码与对照组被装载进游离智粒，随后转染进3种不同类型的活体人类细胞。团队通过测量 mRNA 与 DNA 的比率，在物理世界评估了每段序列驱动基因表达的真实效能。这种高通量的实测将评估标准从单纯的硅基预测推进到了真实的碳基环境验证。活体细胞实验的数据令人振奋 ，AI 设计的顶尖序列在表达水平上实现了质的飞跃。镶嵌图对比结果显示 ，AI 序列的信号强度远高于自然内源性序列。即便该模型最初只学习过染色质开放数据，其编写的代码在实测中依然碾压了人类已知最强的自然增强子。这意味着通过 AI 设计，我们能够突破自然进化的天花板，获得更强劲的基因驱动力。在通用测试大获全胜后，团队发起了针对白血病靶点 AXIN2 的终极挑战。普通患者的该基因往往被癌细胞关闭，导致防线崩溃。虽有极少数人携带无碱基的自然保护性突变，能微重启该基因并提升生存率，但其信号依然微弱。此次任务是利用 DNA diffusion 设计一段200 BP 的合成序列，目标是以压倒性的信号强度挑战人类自然进化的最高保护记录。为了验证 AI 代码的临床潜力，团队采用了更为严苛的 EXTRA-CQ 技术。研究者抛弃了游离智粒这种取巧的方式，直接深入白血病活体细胞，在原生基因组腹地进行测试。这种直接在真实染色质环境下动刀的策略被视为临床转化的黄金标准。只有在这里成功生效的代码，才具备真正对抗癌症的实战价值。实测结果宣告了 AI 的史诗级胜利。有张柱状图显示 ，AI 生成序列对 AXIN2 基因的唤醒效能远超代表人类自然保护性突变的红色虚线。这意味着 DNA diffusion 不仅成功重启了抗癌防线，更在火力上彻底击败了自然进化。同时，实验还证明了极高的特异性，针对肝脏设计的序列在 B 细胞中完全保持沉默，确保了治疗的精准与安全。通过 GSEA 分析，研究者揭开了 AI 成功的底层逻辑。在极度有限的200个碱基空间内 ，DNA diffusion 精密打包了 RAR1L 和 LEF1 等海量抗癌转录因子积蓄。相比缺乏积蓄的对照组，高表现 AI 序列就像是布满战斗指令的檄文。这种超越人类想象的精密布局，确保了微小序列能在极小体积下释放出势不可挡的驱动火力。在揭示技术逻辑后，研究将 DNA diffusion 与 GAN、DeepMEL 以及 CODA 等主流模型进行了横向横评。评测采用了信号强度、细胞特异性以及积蓄多样性3个维度。作为统一的多维扩散模型 ，DNA diffusion 在这3个指标上展现了卓越的综合素质。这种横评确立了它在合成调控设计领域的领先地位。通过散点图对比，可以清晰看到各模型在能力与多样性间的权衡。CODA 虽然信号强度高，但创造力几乎为零，陷入了积蓄重复的僵局。GAN 虽具备极高的多样性，却缺乏实际的爆发威力。相比之下， DNA diffusion 通过调节 CFG 参数，成功跨越了两者间的鸿沟。它在保持绝对火力的同时，实现了序列的无限创意，解决了传统模型难以兼顾效能与多样性的难题。雷达图进一步量化了这种全方位的领先优势。DNA diffusion 的综合得分高达 0.84， 对比之下 GAN 仅为 0.46， 而 CODA 只有 0.41。 无论是在驱动基因的强效激活、组织的精准制导，还是在维持序列的多样性上，它都展现出了无可争议的六边形战士属性。作为当前的全能冠军，它彻底解决了单一模型在复杂调控设计中的性能瓶颈。这种全能的性能表现为临床转化打开了新纪元。凭借200 BP 的极致微缩体积，它能完美适配 AAV 等极小容量的病毒递送载体。通过这种精准制导，
治疗基因可以只在特定的肿瘤组织中激活，而让全身健康组织维持沉睡。这不仅是一个出色的算法，更是开启下一代精准基因药库的万能钥匙，有效破解了载体瓶颈与靶向杀伤的难题。DNA Diffusion 成功搭建了硅基算力与碳基生命重构之间的桥梁。该架构作为首个多细胞类型的统一扩散模型，完美平衡了调控序列的特异性、强度与多样性。研究通过从虚拟代码生成到活体人类白血病细胞的原生基因组改造，成功唤醒了沉默的抗癌基因 AXIN2。这证明人类已经开始掌握重构生命防御系统的底层编译器。这一范式转变预示着精准基因治疗将进入一个可编程设计的全新时代。